他直接绝杀了暴龙队，而且拿下7连胜。他上了 Time Magazine， 从300块美金变成。欢迎回到老婆不要看，我是微微，我们来聊聊，听说最近要回来 NBA 的林书豪。那林书豪的部分最重要的其实是，当大家都知道他在2012年的时候，情人节2月14号绝杀暴龙。那在他那边倒数往前数前2个礼拜，他才刚出登板。那他出登板的时候，在这之前，他是一个 undraft， 就是完全在 NBA 选秀里面不会被选了60位，选了90位都选不到林书豪。他从金州勇士被释放掉以后，纽约尼克才跟他签10天的约，就在他10天约的最后的2天。Dan Antony 的这个教练才把他弄上场。那如果大家回想呢，2012年的时候，大家记得那时候是 Carmelo 甜瓜，还有阿嬷 Stoudemire，Stoudemire 这2个球星撑了整个尼克的这个怎样说是这个明星看板的球员，但是那时候输得非常非常惨，才8胜14败左右，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看。当时 Dan Antony 教练就直接派上了林书豪，因为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他也没有任何的后卫了，直接派上他以后，就开始他传奇的故事。好，那怎么样的会说他的传奇故事呢？因为就在他开始拥有上场的这个时间的时候，超过30分钟，他前3场的平均分数是所有 Michael Jordan、Kobe Bryant， 好，这些所有的选秀状元，大概只有 O'Neal 可以跟他是并驾齐驱的这个得分好手，因为他们那时候美国人最爱的统计就是，哇，他 come from nowhere underdog 弱水狗，突然出来，他们就想要调查他的故事、英雄的事迹，然后把他所有的数据都全部整理完以后，哇塞！ Michael Jordan、Kobe Bryant 都没有林书豪前3场比赛来得厉害，平均分数超过25分以上，而且最重要的，他带领球队的胜利，最后再来给你绝杀，这是多么完美的故事啊！所以我会稍微跟大家讲说，在这回溯到这边2月的这个 Linsanity 的时候，它满足了所有球卡还有所有的媒体灯光所需要的这些焦点。好，所以这边帮大家去整理一个卡式跟球式同时间媒体灯光都需要的那些养分。第一个，他 come from nowhere， 你不知道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结果他发现他是个哈佛毕业的，而且他是来自一个华人的家庭。然后第二个，他在大城市打球，然后这个大城市几乎就被林书豪给拯救。第3点，这个他直接绝杀了暴龙队，而且拿下7连胜。最后那一点，他上了 Time Magazine。好，那当然我会说最后一点，真的不是任何的 NBA 球员都可以这样子。但我们知道 Kobe、Michael Jordan 都有上过，而且 Kobe 那个最后那一杆，大家都是痛哭流涕的。所以任何的 NBA 球员能够上 Time Magazine 的，我相信这个就是完全在媒体上面知道说他是所有全世界需要的题材。所以满足了这所有的东西之后，接下来的林书豪卡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这边就开始把卡亮出来了哈，这以下都是我的收藏，然后再分享一些悲痛的故事。OK， 那这个东西现在目前在卡价的部分，这时候目前大概在700块到800块，包含它是鉴定完好的。这是林书豪当年最好的一张卡，大家都会知道这是 National Treasure。所以 National Treasure 当时在出这个林书豪的卡的时候，它的量非常的少。第一个刚才说了，完全连选秀的镁光灯完全没有它，所以那时候它的卡量非常的少。当所有的老外，所有的这些亚洲都在找它
的卡的时候，真的只有几个指标，好，所以有一个是 Friends 出来的，下面有一个这个金州勇士队的这个 patch 的部分，那是人造的 patch， 然后他签这个0，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直接是一个 classic 的版本，然后也是直签的。那再来这个就会是公认，我们会说的这个是 RPA 哈，大家都会说这个是 RPA。所以目前这张大概 around 在700块到800块美金左右。那大家就会问说，当时大概是多少钱？那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的2月，这张卡飙到2500到3000。OK， 那下面这个收藏就会比较不太一样，就会是它近年来它的卡比较出的就越来越少，但是它还是有签名，它 logo 面也出的不多，然后所以专收藏它的卡，所以它卡价还是有维持在那边，然后就是为什么它还有700、800块的原因就是在这边，因为它的这个 key 卡就是这张非常的少。那这个都是就是它的 patch， 然后当时他穿着7号，然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是 National Treasure 的 Colossal， 然后它的这个7的这个转角的地方，好 number 的地方，所以这个大家也会非常的会喜欢，就是说找到林书豪一些比较 unique 的珍藏。那我就在2011年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疯狂的爱上这个 National Treasure， 几乎所有的 patch 我都收。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还有一个亚裔的这个人在 NBA 打混 ，OK， 我说哇，那超级难。我就记得我收了2张，一张是这个，一张就是我们现在荧幕正在秀出来的那一张。我那时候收到我都记得，这张10块钱，另外一张含运40块。然后这2张我收完以后，我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品相真的还不错。那时候都不流行鉴定，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送去鉴定吧。很好，很幸运的2张都是9.5，然后9.5以后我就一直放着，才放不到1年，2012年，我就看到这个林书豪，哇，打了1场，打了2场，哇，都是20分以上但是我就想，这个亚裔的应该很难混，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放上 eBay， 我就直接放500块给大家去 offer， 对方 offer 我那张最好的限量25张有 patch， 而且签名是非常完整的 9.5 300块。当时的我真的是欣喜若狂啊，就是说，哇，我40块马上变成40块美金，变成300多块，哇，这个哇，好多哦，我就毫不犹豫的寄出去。那大家知道那时候打2场，已经在那时候寄出去的时候是打第3场，然后在第3场的时候，当我寄出去，当对方已经收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后面的3场。所以那时候他已经6连胜了，所以在6连胜的时候，他在隔个几天的荧幕上的同一张卡片就有秀在 eBay 上面。那时候的结标价，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现在调出来的资料是竞标价，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张，也就是我的那张一模一样，我的那张变了2万块美金。所以我从300块美金，连零头都不到，变成2万5，一台小车就不见的故事。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疯 Linsanity 的任何的球衣，大家如果回想到那时候，麦迪逊这个花园广场在这个地方全部17号全部缺货。沙发刚刚也讲了，所有只要跟林书豪有关系的周边商品 ，CNN 天天都在报，因为纽约需要一个英雄，而且他们就认为他是那个英雄。那各位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我后来不卖这一张呢？因为这张那时候在鉴定，因为那时候鉴定的时候需要花2个月的时间去寄来回。我真的是恨得牙痒痒的。我那时候就说，但是你那时候拿回来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那后面的林森特廷那时候体力，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体力去调节好，因为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很短的合约。那时候大家只是想说他只是打个替补，然后他整个往上就变成一个先发的角色。然后后来 Carmelo 也回来了，然后林书豪也开始受伤了，就是稍微这个膝盖有点不太适应，然后
甜瓜就接手了。好，所以那时候的他的奇幻旅程就在这个地方稍微画下了终止符。然后他从原本的那时候的2-3个月的卡价在3000多块开始 drop， 到后面大概在1500左右。到现在大家有知道说哦，现在是700-800块，所以收藏它的人其实都还是有，但是稍微去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故事，所以大家会问说，那微微，那你最后的惨痛的故事是什么？好，所以这边奉劝就是，如果不管是新手或者是老手，大家都会犯的一些小小的错误。如果你想要脱手，然后你的卡对他的卡，你看好的人通常会收很多。通常我们会建议先从它最小的卡开始放，好，因为他开始注意，通常就是有更多的镁光灯，它会暴击的机会也很多，好，然后暴击到 Time Magazine， 这是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结果就被我遇到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去知道说，有些卡小卡先放。大卡先放着，所以这个是包含着我的 Jameline 还有 Curry， 我都是这样，我都是操作反的。大家会被这个很大的金钱的诱惑，我就拿一叠钞票跟你这样子，然后你就与其这个小小卡卖，不如把大卡一次卖完，但是你未来会后悔。好，但你小卡卖的时候，你确定它已经是高点，或者你真的会很看好它的话，你可以慢慢的保留，慢慢的品味，至少你已经先赚了一小小的这个投资，把你的眼光先赚回来一点点。这是我会简单的说啊，这是我后来所有的法则，但是也许对你们不适用，但是我说这个是我自己会对未来我的这个买球卡或者卖球卡的时候的一些小我自己个人的法则啦。好，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去分享林书豪的这个好玩，然后你一辈子看到那张卡，你都会想起那段记忆的故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属于你们球员、属于你们球卡的这些故事呢？以下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只要是任何的 Curry、Kobe、LeBron， 因为那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故事，你们一定都可以分享。希望我们在这边可以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这些卡式，然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老婆不要看伤心的故事，下次见。